4位国际航天站宇航员搭乘 NASA 的 SpaceX 龙飞船回归舱，周二傍晚在佛罗里达海面安全降落。话说 Wilmore 和 Williams 两位滞空9个月后平安回家，开始恢复地面重力场训练，照理都该皆大欢喜，但当下谣谎阴谋横飞，没有照理这一说。川马和 NASA 两方面各有说法，截然相反，信谁呢？说热闹看门道，话要说清，事儿得先看清。事情正在发生，阴谋正在发酵。德州川党参议员 Ted Cruz 问 Musk， 两位滞空宇航员是政治人质吗？ Musk 冷笑后答是，又问是拜登怕影响大选，故意下令推迟接他们回家吗？再答肯定不是 NASA， 而是拜登政府大选前不要让我这个支持川普的人救回他们。 Musk 一直说要提早发射救援飞船，遭到拒绝。川普一直怒骂拜登为赢大选吃相难看，不顾宇航员死活把他们丢在太空，如此伤天害理丧心病狂，让愤怒风暴当即席卷，舆论失控。 NASA 断然否认有政治干预，说推迟完全是因为技术和安全原因，新飞船需要时间准备，所以推迟。话说满世界都在说两位宇航员滞空是 stranded， 船只搁浅的意思。川马的指控给搁浅加了一层意思，成了拜登故意延长搁浅，推迟返回，罪恶昭彰。那么谁在撒谎？意外搁浅不是好事儿，拜登再坏也没那么蠢。那推迟返回是不是拜登故意使坏？问题来了，如果大选前推迟有政治阴谋的嫌疑，那么定好的2025年2月返回飞行再次推迟到3月18日，如何解释？川普掌权， Musk 摄政，直接下令就是了，为什么再次推迟？这一点川党并没提，得复盘过程。2024年6月6日，两位宇航员试飞波音飞船 Starliner 到达国际航天站，但轨道搭接过程中出现了动力技术故障，无法排除，于是取消了预定他们8天后返回。3个月后9月6日，波音飞船飞返地面。那么怎样接人呢？ NASA 安排他们乘下一班龙船 Crew 9 9号。9月底 SpaceX 龙船送新人上去接他们回来。但新的问题是，波音飞船故障造成所有项目延期，返回只能推迟。这一点各方并无争议。国际空间站有2个飞船接口都占满了，载人飞船的改装也需要时间。载人航天不是说走就走，与火箭试验完全不同。这次接送从2月推迟到3月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与谁当总统完全无关。那么是否不顾宇航员死活呢？两位都60多岁高龄，长期滞空失重，不危险吗？ NASA 说分分秒秒监控宇航员的全部生命特征指数，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迹象。没有危险就不存在阿波罗13号那样的救援问题。救生飞船龙船 Crew 8号一直停靠在国际航天站，随时可以解救全体宇航员，这一点川党也没提。从8天延长到9个月，两位宇航员一直健康，也一直乐呵呵，浑然不知地面上的政治阴谋轩然大波。威尔默说，每次航天都有备用的常驻计划，是载人航天的性质所决定。威廉姆则叹息，留空时间太短，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航天。技术故障， NASA 按原计划接送又出了故障，专门接人没必要，载人飞行成本高达数亿，最快的特快也顶多把9个月缩短几周，这对2个宇航员来说毫无区别，毫无意义。川马掩盖了关键细节，捏造事实，杀人诛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黑幕。 NASA 就是联邦政府国家航天局，与 Musk 的龙船有大量的合同订单，同时 Musk 正在对 NASA 审计，直接利益冲突不说，真是要砍断喂肥他的那只手吗？奇怪吧，川马想要对 NASA 动刀，裁人砍预算，是要把联邦航天私有化。听着荒诞离奇，是荒诞，但未必离奇。川马敢拆敢裁航空飞行安全、核能武器安全、科学基金、疾控中心、气象中心，这些机构都与美国和世界生死攸关。还有什么机构川马不敢拆？看清了，也说清了。可是为什么拆呢？
如此野蛮强拆联邦政府毫无道理。那么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需要深看正说。你怎么看？欢迎评论、质疑、提问。如果喜欢，请订阅转发。谢谢收看风鸣美政，我是风鸣，我们下期再会。